华为已经亲口承认受到美国第二轮制裁的影响，今年华为的芯片没办法生产了。华为用10多年的时间打造了今天的麒麟处理器，让黑石芯片成为市场上顶尖的芯片处理器，也是华为手中持有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但是这张底牌被美国彻底掀开，甚至还没有准备出牌，这张牌就作废了，这是国人都不愿意看见的事情。余承东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因为美国制裁的影响，华为下半年发布的 Mate40 系列搭建的麒麟9000芯片会是华为麒麟芯片的最后一代。毫无疑问，麒麟9000芯片会成为华为的绝版芯片。尽管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华为消费者业务依然有很出色的表现。在今年第2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占有全球最高的市场份额，甚至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还超越了苹果。如果华为还能持续供应芯片的话，以华为的优势是能够保持领先的。但是很可惜，余承东正式宣布华为没有芯片了，自己研发的黑石麒麟芯片无法继续代工，会陷入断供的局面。虽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那么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美国商务部5月15日针对华为修改出口管制，任何厂商若使用美国设备或者是美国软件为华为设备或制造半导体晶片，都必须额外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这代表台积电和其他的芯片厂在没有许可证之下，不能对华为或旗下晶片设计公司海思半导体出货。台积电作为半导体巨头，也几乎是目前唯一一家能为华为麒麟9000系列芯片实现5纳米代工的企业。根据美国在今年5月份针对华为推出的新禁令，台积电表示未计划9月14日后给华为提供芯片制造服务，这意味着华为自研的高端手机芯片业务将受到了影响。据爆料人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华为最快从 Mate40 开始使用2套处理器方案，其中中国仍然使用将搭载全新的麒麟芯片，而海外版则会从高通、联发科甚至是三星中优选。据相关人士透露，这主要是因为 Mate40 系列预计出货量在上千万部的级别，而台积电由于大家所熟知的原因，只能提供800万套，未来可能更少，只能通过多条腿走路的方式来尽可能减少影响。另外，业内人士称，美国的手也握在了中芯的咽喉上，稍若没有美国设备，中芯国际很可能只停留在14纳米，无法升级制程。在招股书经营风险一栏，中芯国际声明，在获得美国商务部行政许可之前，可能无法为若干用户的产品进行生产制造。目前，中芯国际最牛的芯片也只能做到14纳米的基础上再次优化。其新推出的 N+1、N+2 工艺制成一定程度上相当于7纳米工艺，但实际离真正的7纳米还有不小的距离，并且14纳米在去年年底才刚刚量产，现在还在产能爬坡阶段，真正开始放量要到今年年底。但事实上，中芯国际也已经被美国制裁，其在2018年就向 ASML 定制的 EUA 光刻机，因为被美国封锁，到现在还不能收到货，导致其技术上线被封锁，预计2到3年内到达技术上线了。在今年3月底的财报会议上，华为轮值 CEO 徐志军公开表示，在替代方面，华为仍可以从三星、联发科和紫光展锐购买芯片，但这种替代品除了三星外，其余2家的产品对于华为的高端机来说那是不堪使用，产品体验和竞争力可能会打折扣。对于华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华为呼吁半导体产业链上的伙伴应该全方位扎根。余承东呼吁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加强合作，快速探索出一套在美方制裁下生产制造半导体产品的方法，避免今后在更长时间段内在此领域被卡脖。中国在产业链的纵深，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时代，中国的核心技术、核心生态的控制能力和美国等国家还是有差距。正因如此，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态给构筑起来，要把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的生态服务、我们的芯片、我们的设备装备、我们整个基础的体系能力要构筑起来。对我们来说，制裁是很痛苦的，但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机遇，逼迫我们尽快的产业升级。
与此同时，余承东并未否认华为自己投身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可能。我们要突破包括 EDA 的设计、材料、生产制造、工艺设计能力、制造、封装、封测等。他表示，不管是弯道超车还是半导体超车，我们希望在一个新的时代实现领先。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只有不够大的决心和不够大的投入。在 HMS 方面，华为也在提出全球布局。去年美国的芯片手机移动服务不给华为使用，华为只能自己解决芯片和生态问题，发展 HMS， 努力突破美国封锁。现在每个月、每周、每天生态的体验都在改进，比如华为也在终端的器件上加大投入。余承东表示，现在我们从第2代半导体进入到第3代半导体时代，希望在一个新的时代实现领先。在终端的多个器件上，华为都在投入。华为也带动了一批中国企业公司的成长，包括射频等等，向高端制造业进行跨越。此外，余承东表示，鸿蒙操作系统已经可以打通各种设备，今年华为的手表、智慧屏都会搭载鸿蒙操作系统。南向接分布式设备，北向接大量应用，构建生态。很明显，这是鸿蒙系统和 HMS 服务，这是华为手中有一张底牌。尽管芯片会和其他手机产品一样，但华为有自研的鸿蒙以及 HMS 服务。在生态的打造上，华为是希望像谷歌和苹果一样，鸿蒙和谷歌都是开源的，说不定鸿蒙有可能成为第2个谷歌，位列全球第3大智能手机系统。接下来的路将沿着这条方向一路走下去。其实除了手机业务，华为核心不只是手机销售，还有通信设备供应。在这方面，这不受美国限制影响的。美国只能阻止盟国不要和华为合作，对华为根本造不成威胁。唯一的关键就是在于消费者业务。没有了华为芯片，意味着华为将失去麒麟芯片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余承东承认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但同时余承东对未来的路也有自己的看法。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和南京大学消息，华为公司 CEO 任正非之前访问了这4所学校。从几所大学学科背景来看，任正非此行或有意铺路华为人工智能、计算战略、芯片自主等。据公开信息，上海交通大学在计算机领域有独特优势。知名机构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跻身世界大学计算机排名前4的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特别是近年来，交大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东南大学以科学名士，学校成立于1902年，有悠久的历史。该学校有5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显然，东南大学这2个学科所涵盖的专业人才与华为当前通讯运营商业务、消费者业务等相当契合。且电子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微电子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均有半导体行业专业人才。复旦大学则为国内顶尖名校，在世界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其中，复旦大学数学、物理都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一般录取分数线非常高。学校拥有一个国家数学中心，一个国家制造业创业中心。对应来看，华为当前在计算机战略、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自主芯片战略、华为云发展等都需要补齐大量数学、物理学相关人才。目前，国内芯片产业中要突破的最关键是光刻机。世界范围内掌握顶尖光刻机技术的是荷兰的 ASML 公司，而芯片制造巨头英特尔、台积电均为其股东。近期不断有业内人士爆料，华为已经招聘了数百位国内顶尖光刻机工艺师，作为高端储备人才，从事先进光刻机技术研发工作。掌握7纳米制程的台积电可以用 ASML 的光刻机，将苹果的 S2、S3 芯片、高通骁龙855与865芯片的订单收囊中。但对于中芯国际而言，即便掌握了7纳米的技术，没有对应的设备，也只能承接中低端芯片加工业务。这也印证了华为在未来没有麒麟芯片真的很难受。或许华为做的只能是采购其他家生产的芯片。另外，现在最近据国内的消息称，为了储备到足够多的芯片产品，华为不惜接受供应商的半成品芯片。如此一来，在9月14日之前，华为的芯片备货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足以满足其手机业务的持续发展。
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都认为华为的这种行为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因为半成品芯片听起来就很劣质。但是需要知道的是，华为不会直接将半成品芯片应用在手机上，它会做一些后续处理，确保这些芯片的可用性。另外，联发科也传来消息，正在申请美国的许可，希望能在9月14日之后继续向华为供货。虽然联发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发展着想，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许可了，那么华为就可以采购联发科的芯片，手机业务的发展也不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华为还可以用真正的国产技术来生产麒麟芯片，虽然工艺水平比较落后，但是至少不会陷入无芯片可用的尴尬境地。如今国产芯片最先进的技术是14纳米，相当于台积电3-4年前的水平。只要华为不介意，麒麟芯片就不会消失。最后，在今年这次华为 HDC 2020大会上，当所有人都在问芯片怎么办，没有芯片就没有终端产品，没有终端产品和生态再好的系统也没用。而王成禄给大家的回答是，只要人能做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一定就能做出来。事实是这么简单吗？或许华为未来还需要走过一段难熬的路程。那么大家对华为没有麒麟芯片怎么看？欢迎下方评论留言。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